母亲打麻将欠钱，竟逼亲生女儿和死人结婚。谁知警方接到邻居报警，正准备救人，不料女孩母亲却趴在坟头阻拦民警挖掘。正当案件一筹莫展时，刑警只是听了邻居的一句话，竟瞬间锁定全部作案线索。而事情还要从不久前说起。短时间内，多名女性接连离奇失踪，而且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年龄都在20岁到50岁之间。警察推测，这些人突然失踪，可能是被劫持。通常情况下，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无非只有情仇财色，但奇怪的是，这些女人既没有财，也没有色。现有的线索也排除了情杀或仇人作案。本以为只是简单的人口失踪案，可案件的种种疑点不得不让警方怀疑，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连环作案。由于这些案件都是从各辖区派出所转过来的，所以线索都不太清晰。周队召集大家开了个小会，商量出了接下来的计划。杜飞负责调查在案人员，看能不能从这些人当中找到些有用的线索。爱宝则需要把失踪人员的材料发到网上去，便于其他各省市的公安部门协助他们参与调查。这天，杜飞和成功两人来到了其中一个失踪者的家里，想要了解些情况。妈妈提起来自己的女儿李杏，言语中透露着些许的嫌弃。据她所说，李杏因为未婚夫出车祸死亡，从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，有时候连衣服都不穿就跑出去了。哎呀，我们李家的人呢，算让他给丢尽了，连累了他弟弟，直到现在才算找了一个对象。杜飞问他，李杏失踪到现在多长时间了？失踪前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？这亲妈竟然是一问三不知，最后还说找不到也是件好事，省得到头来耽误他弟弟结婚。说到这，李杏的弟弟回来了，他更是不可理喻，进来就大声呵斥警察，不要再来烦他们了。无奈杜飞和成功只能暂时先回去。谁知道刚出门，就有位看热闹的邻居大姐叫住了他们。大姐上来就说，这家人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李杏是被他家里人给卖了，因为弟弟要结婚，怕他这个样子带来什么麻烦，还说是一个叫王二妮的女人把李杏带走的。经过了解，王二妮是南郊市场卖菜的。南郊市场一打听都知道她，那儿一半的男的都和她有一腿。我最不喜欢王二妮这种女人了，整天浪里吧唧的，腰比我还粗呢。由于大姐情绪比较激动，成功二人也分不清是真是假。就在这时，方婷这边也有线索，她拿着那些失踪者的照片来到附近调查情况。有个摊贩认识着其中的一个女人。这个女孩我认识。你认识啊？她叫张燕儿，前些日子租我们家的房子。大爷只知道张燕是外地人，专程过来湖城找工作，前段时间找到了一份保姆的工作，于是就搬走了。搬家的时候他也不在场，所以多的情况他也不知道。掌握到这些情况后，警方立马碰头开会，分析案情进展。他们一致认为邻居大姐说的话不可信，李杏应该不会是被家里人卖掉的，虎毒还不饲子呢。更何况家里有个精神病人，时间长了，家里人有点怨言是正常的。那等于说李杏这边的线索被推翻了，而这边张燕的线索也是少之又少。大爷说他搬家时是被人接走的，不过他当时也没有在现场，都是事后听自己老伴说的。但是大妈出去旅游了，几天后才会回来，这样一来等于说是没有线索了。正当他们觉得大海捞针没有希望的时候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是河南临城县公安局的。我们这儿有一批离婚的案子，有一具女士好像是你们网上要找的张燕儿，那个湖北的失踪女子。这通电话给案件带来了突破性的进展。杜飞和爱宝连夜赶到给他们打电话的临城县公安局。据这里的杨所长所说，他们接到举报电话，称附近赵庄村有个叫赵有柱的人，他的儿子前段时间出车祸死了，老两口给儿子买了一个女尸作为陪葬，前段时间刚下葬，举报人趁他们不注意，偷偷给女尸拍了一张照片，却意外发现对方好像是最近失踪的女孩张燕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们就一起赶来了赵庄，举报人给他们指了坟的所在位置。杨所长说自己先去赵有柱家拖住他们，杜飞则留下来直接去把坟起了。虽然听着有些不妥，但现在也只能这么做。说干就干，杜飞命人直接开挖，可还没见到尸体，这家事主就过来了。原来村长是赵有柱的侄子，杨所长让他帮忙调解，谁成想他直接跑去通风报信了。赵有柱一家在这里撒泼打滚的，旁边的村长也在帮他们说话，求杜飞饶他们一马。此时他们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旁边的赵有柱更是天不怕地不怕。他说这女尸是自己花1万多块买过来的，如果要起坟，就要警察赔他的钱。你刚做生意呢，还讨价还价的。你这女娃咋说话了？我看你是个女的，不跟你一般见识。好狗不跟鸡斗，好男不跟女斗。不管再怎么闹，最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只能服从警察办案。为了表示感谢，
杜飞提出请大家伙吃饭，这便宜不占白不占。赵有柱还等着吃大餐，结果下一秒就被带到了审讯室。刚开始他还在大声嚷嚷，说什么城里人欺骗乡下人，要去上面告他们。后来杨所长告诉他，如果老实交代的话，会帮他把那1万多块钱追回来。一听这话，他也不隐瞒了，把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警察。原来鬼妻是在一个算命夫妻那里买到的，直到现在他也意识不到自己被骗了，还口口声声的说着那对夫妻有多厉害。不过这也是一个重要线索，既然尸体是在他们那里买的，那他们2口子绝对有问题。杜飞和爱宝决定明天亲自去会会他们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们就来到了这里。这时的门口已经排起了大长队，里面的大仙正在做法，夫妻2个人配合默契。马春妮手把佛珠，对着人一派胡言乱语，刘长贵则在旁边念着咒语，给神符施展魔法。这一通操作给人看得五迷三瞪的，下一秒就毫不犹豫地买下了，以为能给自己带来好运的神符。爱宝观望了一会，直接掏出了300块拍在桌子上。马春妮瞬间眼睛一亮，立马拍起了彩虹屁。你是我这么久以来遇到命最好的一个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要搁以前你不是娘娘也是贵妃。旁边的村民都围了上来，想看看这贵妃面相是什么样子的。马春妮也以为自己遇上贵人了，就把其他人都赶走了。杜飞这时提出想让他们2个帮忙到家里看一下风水，并递上了一个大红包。夫妻俩还以为今天碰上冤大头了，想都没想便同意了。结果没一会就傻眼了，2个人坐在审讯室里，看到对面的警察，吓得也不敢再狡辩了。刘长贵说自己只是一个中间商，是一个叫老年的人给他货，他帮忙卖出去，一个提成2000块到3000块，但具体老年是谁他也不清楚，因为对方每次送货时都捂得很严实。不过他记得送货3轮车的车牌号和2人平时联络用的手机号。有了这些线索后，警方立刻对这些信息展开调查，因为稍慢一步就很有可能出现更多的受害者。成功查到了车牌号的归属地，来到了这户人家。男人说自己的车牌已经丢了1年多了，因为这个车也闲置了1年多没开，现在都快报废了。车牌号这个线索是中断了，但方婷这边定位到了手机号所在的位置，一直在南郊市场附近活动。这时受害者张燕的房东也打来电话，称自己有线索要提供。大妈说张燕搬家那天是跟着强仔一起走的，强仔就是之前王二妮的相好。刚到审讯室，这位壮汉就被吓到不行了，哭着交代了事情经过。他说都是王二妮让他这么干的，因为他是这片的二流子，说话比较好使。王二妮提出带着他赚大钱，于是便指使他做一些事情，但是他并没有做伤害人的事情。警方的调查兜了个大圈子，又回到了王二妮的身上。李信是被他带走的，张燕也是被他带走的。嫌疑人的手机定位在南郊市场，王二妮和强子都是市场的商户，很可能这起连环杀人卖尸案跟他们俩有关。刘长贵也交代提供尸体的老倪很可能是个卖菜的，因为每次尸体都藏在蔬菜下面。王二妮就是菜摊的老板娘。通过对强子的审讯，警方发现她知道的并不多，她只是为王二妮物色女性。王二妮的老公老实巴交的，作案的可能性也不太大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警方决定先不惊动王二妮，同时为了不引起王二妮的怀疑，警方这边把强子给放了，还警告他这是戴罪立功的唯一的机会。成功和方婷来到王二妮他家的菜摊前，旁边的大哥说他们家下午就匆匆忙忙的收摊了。周队这边来到了王二妮家里，发现他家的3轮车正是运送尸体的那辆。杜飞和方婷赶到的时候，王二妮的老公黄军正要跳墙逃跑，几个人围追堵截，很快将黄军抓住。方婷进屋后发现王二妮被扎伤，浑身是血。黄军承认王二妮就是被他早就不把这个不正经的女人当媳妇了。那也不至于杀人吧？50岁了，离了他不好找，他也不愿意离。恐怕是王二妮知道你很多见不得人的隐秘吧？你是不是全套了？王二妮可把所有的事都是那个谁？这个骚货都是他逼我干的。黄军说被害人都是被王二妮带回来的，他跟王二妮一共杀了6个人，他们有的是被掐死，有的是被放了老鼠药的饮料毒死的。黄军说他做这些事情也是被逼无奈，王二妮天天管他要钱，不给钱就骂他是个窝囊废，挨骂也就算了，可是被戴绿帽子是任何一个男人都不能容忍的。但王二妮手里攥着他杀人的把柄，黄军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。他本想把王二妮杀了，也弄到农村去配阴婚，可是没想到警方这么快就查到了他的头上。杜飞问他李信现在人在哪里，黄军说他被王二妮带回来的当天就已经死了。王二妮下药迷晕了李信，然后让他动手掐死了这个傻丫头。尸体被他们暂时埋在了羊圈里。在黄军的指认下，警方找到了李信的尸体，案子终于破了，罪犯终将受到应有的惩罚。